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真實料事如神還是硬捧？粉絲扒出肖戰爆款劇命名玄學，一部用角色名，一部用男主武器，如今斷言第三部還是戲份超重的大男主劇。真實料事如神還是硬捧？粉絲扒出肖戰爆款劇命名玄學，一部用角色名，一部用男主武器，如今斷言第三部還是戲份超重的大男主劇。可這種戲份越多劇越爆的規律，真能次次靈驗嗎？看到一位粉絲發博說，看看實力和水平，我必須信，配着呲牙笑和點讚的表情。轉發的是一條更早的評論，那位叫那年初夏 WX 的網友寫的是，信不信？第三部還是肖戰的大男主劇，驕傲如我，棒棒噠。後面還補了一句，說是肖戰主演的劇，一部以男主角色名命名，一部以男主使用的一品靈氣命名。最後得出一個結論，肖戰主演的劇，戲份越多越爆。這幾句話，說實話，放在任何一個路人或者普通觀眾眼裡，可能就是粉絲圈的自嗨，隨手一滑就過去了。但你要是仔細琢磨一下，這裡面藏着一個特別有意思的邏輯鏈條，甚至可以說，他把粉絲對肖戰作品的理解，用一種類似市場規律的方式給總結了出來。我們先來扒一下這個命名玄學到底指的是什麼。粉絲說的一部以男主角色名命名，這個其實稍微有點爭議，因為嚴格來講，肖戰主演的一部劇裡並沒有哪個劇名是直接照搬角色大名的，但大家心裡都清楚，這指向性已經強到不需要說破的地步了。陳情令劇名雖然不是《魏無羨傳》，可魏無羨這三個字在整部劇裡的分量，追過劇的人都明白。從雲夢江氏的少年郎，到夷陵老祖的歸來，再到16年後的真相大白，整個故事的視角、情感脈絡、命運起伏，完全是藏在魏無羨這個人物身上的。你說他不是大男主劇，那什麼才是？整部劇播完，魏無羨的單人角色熱度、話題討論量，至今還在源源不斷吸粉的長尾效應，都是擺在明面上的數據。所以粉絲說這部劇是以男主角色名命名，更多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，意思是這個角色已經和劇名畫上了等號。你提這部劇，腦子裡蹦出來的第一個人就是他。這還沒完，真正讓這個玄學理論變得完整的是第二部劇《鬥羅大陸》。粉絲提到的一品靈氣命名，這就非常具體了。在《鬥羅大陸》的原著設定裡，唐三是穿越而來的唐門外門弟子，帶着滿腦子的暗器手法和玄天寶錄。但真正讓他在鬥羅大陸這個世界裡走上巔峰的，是雙生武魂，而其中最具代表性、最強悍的器武魂，就是昊天錘。昊天錘在鬥羅大陸的武魂體系中是什麼地位？天下第一宗門昊天宗的傳承武魂，被稱為天下第一器武魂，這不就是一品靈氣嗎？劇版《鬥羅大陸》直接以這個宏大的世界觀命名，唐三作為絕對的敘事核心，從聖魂村測武魂，到諾丁學院求學，再到史蘭克七怪組隊參加魂師大賽，每一步的成長線、戰鬥線、情感線，幾乎全部圍繞男主展開。肖戰的戲份比例，不用特意去拉片統計，追劇的體感就是他的鏡頭貫穿始終。這兩部劇的接連火爆，讓粉絲提煉出了一個在他們看來無懈可擊的公式：肖戰大男主劇等於戲份重，戲份重等於爆款。這個公式一旦成立，它的威力就在於可預測性。所以你會發現，在那條微博底下，大家的討論其實不是在爭論這個公式對不對，而是在用這個公式去套第三部劇，去驗證第三部劇。那個語氣信不信，第三部還是肖戰的大男主劇，帶着一種胸有成竹的得意，仿佛已經看到了結果。問題就出在這裡，
當一部劇還沒拍，或者拍了還沒播的時候，就有人用過往的經驗給他下了一個必報的判斷，這件事本身就充滿了討論的空間。我們不妨退一步，不急着贊同，也不急着反駁，就先看看這個戲份越多越爆的邏輯，它成立的條件到底是什麼？陳情令爆了，鬥羅大陸也爆了，這是事實。但這兩部劇的爆，是不是之和肖戰的戲份多有關？恐怕任何一部成功的影視作品都不能這麼簡單粗暴的歸因。拿陳情令來說，雙男主的情感張力，配角群像的出彩，國風美學的視覺呈現，林海老師的配樂，甚至播出期間戲外各種出圈的二創花絮，都是把這部劇推向現象級的原因。你可以說魏無羨是靈魂人物，沒有肖戰的演繹，這部劇立不起來，這是對的。但如果說因為肖戰戲份多所以劇爆了，這個邏輯就忽略了太多同樣起到關鍵作用的因素。鬥羅大陸也一樣，南屏 IP 改編本來就是個地獄難度，編劇王倦對群像的打磨，對團戰精神的強化，特效在國產劇裡的水準，播出時上星央視的渠道加持，這些都是繞不開的爆款成因。肖戰扛住了大男主的分量，這證明了他的市場號召力和演技的進步。可要說整部劇的成績都繫於他一人的戲份時長，那劇組上千人的努力又該放在什麼位置？順着這個往下想，你就能明白為什麼這種說法在粉絲圈內是驕傲的資本，轉到了圈外就變了味道。在粉絲的語境裡，戲份越多越爆是一句對自單實力的認證，是我喜歡的演員能扛劇的樸素自豪。但在行業觀察者或者普通觀眾眼裡，這句話翻譯過來就變成了這部劇全靠他一個人，別人都不重要，甚至會引申出對演員本人的質疑，是不是必須戲份壓倒一切才能出彩？是不是離了獨角戲就撐不起來？這就觸及到了一個很微妙的點，也就是所謂的爭番位和戲份霸權的爭議。這2年，觀眾對影視劇裡注水、配角加戲之類的操作已經深惡痛絕，反過來，對大男主、大女主這種過度強調個人戲份的宣傳也開始警惕了。因為大家被坑過太多次，很多掛着大男主名頭的劇，最後變成了主角一人的獨角戲，配角扁平如紙片，劇情邏輯為凸顯主角光環而崩壞。這樣的劇，就算戲份再重，也逃不過撲街的命運。所以當肖戰戲份越多劇越爆這個說法傳開的時候，很多人第一反應不是肖戰真厲害，而是又來一個吹戲份的，天然就會帶上抵觸情緒。那我們再具體一點，看看粉絲心心念念的第3部大男主劇到底是什麼？根據時間線和對肖戰待播劇的盤點，當時語境下最符合描述的，毫無疑問就是《藏海傳》，導演是鄭曉龍，這位在國產劇領域的地位不用多說，《甄嬛傳》一個作品就夠封神了。再加上《紅高粱》《羋月傳》，他拍大男主或者大女主權謀戲，手拿把掐。編劇趙柳毅搭檔過鄭曉龍的《星漢燦爛》《月升滄海》，這個班底一亮相，《藏海傳》就被定位成了備受矚目的權謀大劇。肖戰飾演的藏海是汪家的遺孤，身負血海深仇，隱姓埋名，憑借在堪輿營造上的絕技，一步步踏入朝堂，攪動風雲。從官方釋出的信息來看，藏海這個人物的複雜程度、成長弧度，都是衝着經典大男主的路子去打造的。粉絲根據前2部的經驗，預測這部戲還是肖戰的大比例戲份的大男主劇。單從題材和劇情梗概來看，確實沒錯，藏海就是絕對核心，整部劇的戲劇衝突都壓在他一個人身上。可是重點來了，權謀劇的命門從來不是戲份多，而是戲份精。一部權謀劇能不能成，看的是棋局布的精不精，對手夠不夠強。
藏海要復仇，他的對手是誰？是玩弄權術的朝臣，是老謀深算的皇帝，甚至是命運本身。如果這些對手的戲份被壓縮，形象被簡化，那藏海的所有運籌帷幄、忍辱負重都會變成對着空氣揮拳，觀眾感受到的不是快感，而是無聊。鄭曉龍導演當然深諳此道，他的作品裡主角出彩的同時，配角個個都是人精。《甄嬛傳》的皇後華妃、端妃、靜妃，哪怕是一個小答應，都有自己完整的行動邏輯。正反派的勢均力敵，才能成就主角的高光。所以對於《藏海傳》來說，真正的考驗根本不在肖戰的戲份是不是大比例，而在於除了肖戰之外的戲份能不能同樣精彩。把這個邏輯反過來看，粉絲引以為傲的戲份越多，越爆這個公式放在《藏海傳》身上，反而可能變成一個陷阱。如果帶着這個預設去看劇，觀眾的注意力會跑偏，他們會不自覺地開始計算肖戰出場了幾分鐘，開始比較他和配角的戲份配比。一旦覺得哪集男主鏡頭不夠多，就可能產生注水、捧配角的指責。這種觀劇心態，對一部需要沉浸式體驗的權謀劇來說，是毀滅性的。再往深處挖一層，為什麼粉絲會如此執着於總結這個規律，並且堅信它能延續？這背後其實是一種很普遍的大眾心理，人在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時，總是傾向於從過去的成功裡尋找安全感和確定感。肖戰從《陳情令》一夜爆紅，到經歷數字事件的輿論風暴，再到鬥羅大陸餘生請多指教，夢中的那片海，一步步用作品回血，站穩腳跟，這個過程本身就充滿了戲劇性的跌宕。對於一路陪伴他走過來的粉絲來說，那些成功的作品不僅僅是數據，更像是一個個里程碑，證明了他們的眼光，他們的支持是有回報的。雙引號，戲份越多越爆這個公式，與其說是一個客觀規律，不如說是一個凝結了他們這些年複雜情感的心得結晶。他們喊出我必須信的時候，信的不只是肖戰的扛劇能力，也是在信自己一路走來的判斷和堅持沒有錯。這種情感投射，外人很難體會，但它確實是粉絲文化裡非常真實、非常強大的一部分。所以你看，一個小小的微博互動，一層層剝開，裡面裹着的是粉絲對偶像作品的解讀方式，是外界對戲份論的天然反感，是影視創作中個人與集體的永恆博弈，是大眾對爆款歸因的認知差異，還有粉絲群體內部那種外人難以介入的情感邏輯。它從來就不是一句驕傲如我那麼簡單，也不是一句又在硬捧那麼淺薄。返回最後，所有討論最終還是會落回一個特別質樸的問題上：我們到底為什麼會信一件事？是因為它重複發生過，還是因為它本身就值得被相信？這個問題的答案，恐怕比任何一部劇會不會爆都更值得玩味。